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去创建自定义受众在 GA4 中。自定义受众这部分对我们的数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今天大家如果看完这期视频，如果对大家有用的话，请大家赶紧实践起来吧，创建自己的一个自定义受众，以用于数据的一些再营销等等。好，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 GA4 怎么去创建自定义受众。那我们回到 GA4 的首页看一下，因为最近 GA4 它的一个界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我从首页带大家进来看看怎么去创建我们的一个自定义受众。好，我们在首页的时候，我们点左下角这个 Admit 之后呢，我们进来之后发现我们看到它的界面可能跟以前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看一下，直接我们看到这里，在这个 Data Display 这里，我们会看到这第三个 Audiences， 我们点击这里受众，我们就会进来这里。这里呢，系统会默认有两个受众，一个是所有的用户，一个是已经购买的用户。这两个受众的话是谷歌 GA4 它默认的受众。那这很明显，这两个受众对于我们如果想做一些比较精细化的运营、精细化的一些推广来说的话，这是完全不够的。所以说这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创建的自定义受众，它是没有办法拉取我们历史的数据，它只能从我们创建这一刻开始之后，我们的一个受众才可以使用。所以说，如果大家要有这个需求的话，请尽快完成我们这个自定义受众的创建。好，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怎么去创建我们的自定义受众吧。首先我们进来之后呢，会看到这里会有一个 New Audience，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然后我们就会进来去创建自定义受众的界面。然后我们会看到会有两个模块，一个就是我们完全由自己去自定义，就重新开始去创建一个自定义受众。第二部分的话是谷歌会有一些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自定义受众的模板给到我们也是可以用的。自定义模板它有个好处，会有一些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受众呢，它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提示，那我们就可以去用到这些模板来创建。那受众的话，我们创建多个我们是没有影响的，但是我们少创建的话，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想用到的受众，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使用。所以说我建议大家首先的话可以看一下谷歌建议的我们的一些受众，我们是否有创建，或者说我们是否有这样的需求。好，我们可以来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有几个板块嘛。第一个就是我们 General 的一个，就是我们会看到它里面有一个最近活跃的用户，那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里进来之后，那我们会看到这里，它这里会给我们自动创建的一个模板。我们就直接用这个模板，我们就可以创建这个受众了。但是有一点的话，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会有一个 membership duration， 就是用户他的一个保存的时间。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设置的默认是30天了，那我们现在看到30天，那比如说这个用户他是30天内满足这个事件，它的一个用户它都会保存在我们这个受众包里面。对，那比如说这个用户是31天前活跃过我们的在我们网站有互动过的用户，那他就不属于这一个受众。对，那比如说31天之后他再进来我们网站有一些互动呢，它可能就会重新加入到我们这一个受众里面，所以说它这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数据。然后我们这里刚刚有说到这里嘛，我们可以创建30天的，比如说我们想要30天的一个活跃用户，或者说有其他需求，比如说14天60天等等，我们是可以创建有多个范围的一个受众的。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用户活跃时间的话，
比如说我们创建30天、60天、90天等等，我们在这里选的话，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一个用户数，它可能不会发生变化，因为这个是J4 它的一个预测受众，它并不是实际的受众，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当然我这个网站因为它是没有用户嘛，所以这个数据它是空的，对，就没有办法看到它一个数据的变化。但是我们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 OK， 大家就不会有这种疑惑。好，我们回到这里。那比如说我们想创建这个用户嘛，最近活跃的用户是30天的，那我们可以去创建这个用户。比如说我在这里我们可以给它命名一下，比如说我们30天这样子，我们会给标注一下，就是这个用户是30天的。我们命名完，我们一定要命名好，不然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哪个受众它代表的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些受众的话，更多是我们可以导到谷歌广告账户去使用这些用户嘛，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命名好，不然的话我们到时候就会对应不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已经命名好了，我们就可以点击这里有个保存，保存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它就会到我们这里 audience 这里就会出来这个受众。对，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刚刚创建嘛，刚刚也有说到我们的用户他是不会拉取历史数据的，他只会从我们现在创建这一刻开始之后，它的一个数据我们才可以使用。对，那比如说我要创建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想看个60天活跃用户，我们也是可以的。点击这里进来之后还是一样，我们直接把这里改成60天。然后我们在这里命名的话也是要注意一下，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点击保存是一样的。这个用户他也会加到这里来了，我们就看到又有2个受众群体。那这2个受众群体我们刚刚看到它的条件唯一不一样的点就在于我们的一个用户活跃时间，一个是30天，一个是60天。对，那当然我们这是刚创建的，而且我们的网站它是没有数据的，所以说我们看到的用户数这里是没有办法看到一个非常具体的数据吧。对，那就算我们网站用户它比较多的时候，刚刚有说到这点嘛，J4 它的一个受众它是预测的，它并不是真实的一个受众。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创建完，假如说我们网站会有很多用户嘛，但比如说这里比如说我们选28天、90天，我们看到90天它的用户它的时间是大于60天，也是大于30天的嘛。但是我们这里选的这个时间范围跟我们这里是它只影响的是我们这个条件，我们是就是这个条件，好，跟这个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说我们到时候看到的数据不管是30天还是60天，我们看到用户数它基本是一样的。我们这里的用户数它只跟我们在这里选择的一个时间范围以及我们里面设置的刚刚说到的这个条件有关，就是这2个因素有关，跟我们这里设置的时间窗口它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时间窗口它只应用于我们广告账户它的一个在营销时候会用到，那在营销的时候它那个数据就会有差异。对，这里是我要跟大家说明的一个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容易去忽略以及容易产生迷惑的一些地方。对，就是刚刚有说到的，我这里再重复一遍，因为这个点的话是非常容易弄混，非常有可能有点难理解，所以我在这里再说一遍。我们看到的用户数只跟我们在这里右上角这里选择时间窗口以及跟我们里面设置的条件，但是不包含用户活跃时间。对，只跟这2个有关系，跟其他是没有关系的。而且这里用户它预测是个预测，对，它不是一个实际的用户数。好，我已经说明白了这一点，当然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吧。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给大家解答，如果还是有不明白的地方。好，我们继续回来这边，我们看到刚才有说到嘛，我们可以用
JFrog 它的一些模板去创建我们的一些受众，以防止我们会有一些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受众。好，比如说我们这里最近活跃啊，比如说没有购买过的一些用户也是一样的，我们点进来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模板，也是跟刚刚是一样的。对，比如说我们是用30天，那这里我们在这里标明一下就可以了，是一样的。我们直接用点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已经给我们创建好了。比如说我们看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条件。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模板是没有购买的用户这个是时间窗口是30天。我们看到这里它用的一个是排除的条件，就是 exclude。就是这些用户当前是没有这些行为的。我们看到它这里会有3个条件嘛，它这里创建的话是为了较完整的包括了所有的一些property 的一些用户。我们看到第一个的话，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些 APP， 但如果我们是没有 APP 的话，这个是没有数据的，但是我们加进去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就是包含有3个，也是 APP， 一个是我们网站的，一个是电子商务的事件，我们都可以按照它模板去这样去创建。同样的，我们也是可以更改这个活跃时间的，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直接保存，对，就跟刚刚这一样，我们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创建是不一样的时间窗口的用户，以便于我们做更加精细的一些推广以及一些用户运营的内容吧。对，然后我们一般比较建议大家是可以创建一些不同时间窗口的，比如说7天、14天、30天、60天、90天、180天，以及我们一个最大时间窗口540天，这样子都是可以的。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去创建我们的一些用户，也是比较建议大家是可以尽可能更加精细化的创建我们的用户。对，就是回到这边，我们看到嘛，这些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有没有我们需要用到的。对，然后第二的话，它这里还会有一些常用的，比如说我们一些潜在用户啊，一些注册的用户啊，一些心愿清单，还有一些结账啊、产品查看的等等的一些用户，我们都是可以去创建的。对，这些也是。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里会有一个预测的用户，当然我们这里看到它是空的嘛。因为我们这里用网站它的数据没有，就非常少，所以这里是不够的。但是在JFrog它是会有这个功能的，就比如说它会根据我们用户的一些行为给我们去预测我们的一些受众可能会发生类似行为的一些受众。比如说这里会有一个说，比如说7天内比较容易产生转换的一些受众，它JFrog 它会这个功能的话，它是可以通过机器学习以及大数据的一些分析，帮我们去创建这些用户嘛。那这里的话，因为数据比较少，那JFrog 它可能需要更多的数据去学习，我们才可以创建到这些受众。那我这里的话，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谷歌它的一个演示账户，它这里是有的。好，我们看一下，这里有这个标识的用户代表的是我们创建的一个预测受众，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比如说我们这里看到嘛，这里有前 5% 的一些用户，前 5% 有可能转化的一些受众，我们是可以看到的，但是可以通过这样去创建的。对，但是这个功能的话，需要我们的账户数据会比较多的时候才可以用到。对，但是我们就知道会有这样的一个模块可以给我们用到的。对，刚刚说到还有一种方式，我们可以去从零开始创建一个受众嘛。那这也是大家去看一下怎么去创建。那其实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用模板嘛，一样的没有用模板。比如说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新品啊。或者说我们有一些新品集合的一些页面嘛，比如说我们想抓取这一部分用户，
对，去做一些在营销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怎么创建呢？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这里，然后我们一般通过比如说我们这里新到的一些产品嘛，这个集合页我们是可以用URL 去定位，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搜一下这个location， 就是这里 page location， 就是怎么去定义我们的一些网页，比如说这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包含这个可以复制过来，比如说包含这个字段的一些用户，对，包含这一些，我们也是可以添加一些否定的用户，比如说我们不想要用户他是比如说他触达到哪一些呢？比如说他没有加购，或者说他没有去结账或者购买的一些用户都是可以的。那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比如说我想看的是用户他已经看了这个页面，但是他没有加购的用户，我们怎么去创建这个受众呢？也是这样的，我们保存这个条件，用户他访问过我们新品的页面，但是用户他没有进行加购，这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去创建一个用户。但我们就是创建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在这里命名一下，比如说我们这样子去命名这个受众，只要我们这里能看懂就可以，中文、英文都是可以的，但是比较建议大家是可以用英文去命名的。那我们这个一般的话要加上这个时间窗口，比如说我们是30天，对，然后我们就直接点击保存就 OK。这就是刚刚介绍的2种方式，一个就是我们从零开始创建一个新的受众，一个就是用 GFO 它内置的一些受众模板给去创建，这2个方式都是可以的。对，那这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是怎么去创建自定义受众。对，然后刚刚前面也有说到的重点，就是我们学完之后呢，要马上开始行动起来，去创建我们的自定义受众。因为如果不创建的话，那我们的数据就是没有办法去使用嘛。对，还有刚刚说到的一个重点是，我们创建的受众呢，它只跟我们这里选的时间窗口以及我们里面设置的条件有关系，跟我们里面的那个时间窗口是没有关系的。但是那个时间窗口呢，它会影响到我们导到谷歌广告账户去在营销的时候会用到，所以说这2个是我们要注意的点。那今天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啦，谢谢大家。